小区里正在发生一件耸人听闻的轮奸案，受害人的尖叫声打破了夜空宁静，许多邻居听到后纷纷探出头。看到了这一幕，但出人意料的是，竟没有一人报警，也没有一人挺身而出。直到天亮后，赤裸的受害者利比才被发现。这一夜，他差点冻死。而在将利比紧急送往协和医院后，警察立马就展开了调查。首先，他们走访了小区里的居民，却不料一次次叩响邻居的房门后，得到的竟是“我以为别人会报警，太暗了没看清楚”的敷衍借口。而这正是心理学中著名的旁观者效应，就是当旁观者数量增多，个体的责任感就会被无限稀释。好在这时技术科查到，利比昨晚曾在酒吧刷过信用卡，于是大家立马赶过去，希望找到认识利比的人，但起初并没有人应答。直到警察意外瞥见一名大学生，感觉他可能比较善良单纯，就主动攀谈了起来。结果还真是找对了人，女孩昨晚居然录了视频，是3名男子将利比带走的。那这3人肯定就是嫌犯了。随后通过脸部识别，警察发现3人进驻在少年收容所，果然都是问题少年。然而当在负责人的带领下准备抓捕他们时，却发现3人居然提前逃走了。这下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就是凶手了。而据负责人介绍，其中2人恶习难改，但第3个叫小薇的却很想改过自新。他曾因为卖淫被抓过，结果一听这话，警察就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了。随后2人带着小薇的照片，夜晚来到了著名的红灯区，果然很快就发现了在谈交易的小薇，接着就把她逮捕了。可是小薇虽然声称自己没有伤害利比，但死也不透露同伴的下落。他害怕被报复，整的警察一时也拿他没了办法。而就在这时，医院传来消息，利比终于苏醒了。可是由于昨晚他嗑多药了，导致记忆力丧失，根本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认不出伤害他的人是谁。而这让警察又是一阵头大。好在这时技术科监测到另2人的手机发送了交易毒品的信息，于是据此警察赶到了交易地点，在经过一番努力寻找后，终于发现了2人，然后就把他们给逮捕了。不料面对视频，他们却声称只是好心想将利比送回家，可是一出咖啡厅的门，利比就自己跑了。但警察立即反问，可有人在小区里看到你吗？哪知男子竟毫不慌张，因为他知道根本没人报警。就这样，整个案子又陷入了僵局，警方只能反过来再去找邻居们指认了。结果他们也含糊其辞，根本没人能清楚地指认全3人，甚至明显不想牵涉其中。不过就在这时，技术员破解了其中1人的手机，可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只手机居然拨打过报警电话，虽然只持续了几秒，但本森立马否定了凶手会报警，所以那不是他的手机。于是警察通过拨打里面的通讯录，很快就找到了手机的真正主人，但他却说是丢了。可当警察问丢在哪了时，女人竟不记得了。然而警察根本不信，他们知道女人在隐瞒，于是直接提到了利比被袭击的事，以及我们已查到你在那个小区当保姆，其实报警电话就是你打的。而眼见自己已被查清，女人这才说了实话。 That woman was passed out. There were 3 boys with her. I knew something was wrong, so I called 911. It barely rang before the black boy hit me. I was on the ground. He had my phone. He said he knew who I was, and if I called the cops, that he would kill me. So I ran. 就这样，警察终于找到了1名目击者，然后就让保姆来指认了。而保姆果然不负众望，准确地将3名凶手都认了出来。不料律师却找了新的理由，开始狡辩起来。Look, we went back to her building. She was high, horny, said she wanted all of us at once. She said that, even though she had blacked out and could barely walk. Oh, and that's exactly why we said no. She was messed up. Kept saying she wanted it rough, but we not like that, so we bounced. Your victim must have gone back on the prowl. 而眼见他们仍是如此顽抗，那只有走法庭起诉这一条路了。然后保姆就出庭作证，亲眼看到是3个坏小子将利比拖进了小区。可遗憾的是，他被打走了，并没有看到利比被侵犯。律师因此狡辩可能是3人在扶起利比，对此保姆也无话可说。接着其他邻居也作证，都看到了3个坏小子和利比。哪知律师们又反驳，起初你们向警方撒谎没看到，现在却又作证，所以你们的话不可信。而事实是当时确实没有1人报警，所以律师都将他们的证词驳斥了。最后轮到利比自述了，他自称那晚嗑药了，什么也不记得了。Do you remember giving consent for a sexual encounter? No. And I never would have consented ever to 3 strangers outside in public. That is not me. 但律师却还是抓住他失忆这件事，硬是说成是他自愿的，只是忘记了而已。利比当然否认了，可律师有自己的歪理，就是既然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自愿发生关系也是有可能的。对此利比真的无法否认，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就这样，第1次庭审很是不顺利，但警察还得安慰他不必过于担心。哪知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一位好心邻居来看望利比。不料这人警察居然见过，竟是前几天走访过的艺人。不过当时他说那晚去酒吧了，所以什么也没看见。而男人见警察在这也识趣的先走了，随后话题自然也就涉及到了他。据利比表示，2人不仅是好友，还都是戒酒会成员。结果一听这话，警察就疑惑了，男人明明说那晚去了酒吧的，但现在看来他是撒谎了，因此说不定那晚他看到了什么。于是警察立马追上了刚才的邻居道格，重新审问了起来。虽然他仍是坚称那晚不在现场，可警察立即就拆穿了他。 You were home that night, weren't you? I didn't see anything. Yeah, but you were home.
警察相信道格肯定是看到了，于是苦口婆心劝他帮利比，但道格也明言害怕被报复。They're not gonna do that. Not if you testify you put them away. 就这样，道格被说服了，却不料在开庭当天，意外又发生了。道格竟然是醉着酒来的，这可就难以取信陪审团了。于是警察赶紧先让他去醒酒，而接下来就全靠运气了。很快，道格就坐上了证人席，证实当晚遛狗时看到了一切。俩人轮流强奸了利比，小薇则把他压在地上，然后我就回家了。对此我感到非常内疚，不料律师却拿他酗酒断片说事。虽然道格表示我早就学会了醉酒不适应，但律师早也闻到他身上的酒气，于是直接质问你现在喝醉酒了吗？对此道格不得不老实承认了。果然还是被看出来了，连法官都觉得很搞笑，但再难堪检察官也得硬着头皮继续下去。于是问出了他喝醉的原因，而道格则坦诚是害怕作证，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起码理由还说得过去。接着检察官灵机一动，开始测试起了道格的记忆力。Can you remember what the defendants were wearing that night? Blue hoodie, black vest, black hoodie with leather sleeves. Thank you. 然后又让他背对着陪审团闭上眼。 Mr. Nelson, can you describe the makeup of the jury to me? 6 men, 6 women, 4 African Americans, 2 female Hispanics, 1 Asian woman, 3 Caucasian men, 2 Caucasian women. Do you want to know which ones are where? No. 至此，道格已经证明，即使醉酒，自己的记忆力也毫无问题。这足以让陪审团相信他的证言了。真是没想到峰回路转又一村呐！最终陪审团判决3个坏小子强奸罪成立，而正义看似如期而至。可这场胜利却没有丝毫喜悦，利比的创伤与羞耻无不在诉说着这场案件背后的悲剧。而那些选择沉默的邻居，或许没有直接伤害利比，却用不作为，成为了罪恶的帮凶。他们的冷漠比施害者的暴行更让人不寒而栗，同时也叩问着每一个人的良知。当罪恶发生在眼前，你会选择沉默，还是挺身而出？